你知道嗎？英偉達現在每天躺着賺18億美金，每天不是每個月，不是每個季度，是每24個小時18億美金進賬。這是什麼概念呢？波音公司一年淨利潤40億，英偉達呢3天就賺完了。特斯拉一年賺150億，英偉達呢1個禮拜就超過它了。整個好萊塢電影工業一年票房280億，英偉達呢半個月就幹完了。但是股價呢散戶罵娘，機構抄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華爾街發現了一個秘密，英偉達越跌反而越值錢。12月26日，聖誕剛過第2天，英偉達呢就甩出了一張200億美金的支票。那幹什麼去了呢？買下了 AI 芯片界的叛逆天才 GuroQ。這筆交易讓康托·菲斯杰拉德直接喊出300美金目標價。伯恩斯坦說，這是英偉達鎖死未來10年最後一塊拼圖。那今天我們這期節目呢，就來講一講為什麼英偉達現在這個價格可能是2026年最後一次上車的機會。他這200億買來的不是公司，而是一個未來。我們先說 GuroQ 這筆交易到底有多狠。200億美元表面上是這個技術授權和資產收購，但是你仔細看細節， GuroQ 的 CEO、總裁、CTO、首席科學家全部都跳槽去英偉達了。那90%的核心工程師打包都帶走了。GuroQ 的数據中心、專利庫、客戶名單全部歸英偉達，但是賬面上呢 ，GuroQ 還是獨立運營。創始人喬納森·羅斯呢，還掛着董事長的頭銜。這是什麼操作呢？這叫虛晃一槍啊！微軟當年收购 OpenAI 也是這麼幹的。表面上 OpenAI 還是非盈利組織，實際上呢，微軟控制了董事會，拿走了獨家授權。那為什麼要這麼複雜呢？還是害怕反壟斷。美國司法部、歐盟都在盯着英偉達。你要是直接宣布收购 GuroQ， 那第2天傳票就到了。但是現在這樣呢，監管部門也沒辙啊。你是說技術合作啊？人家公司還在，只是人都走了。那伯恩斯坦分析師梅绍里直接說，這就是把這個競爭的外壳留着，把內核呢就全部掏空了。那為什麼一定要買這個 GuroQ 呢？ GuroQ 是誰呢？創始人喬納森·羅斯，谷歌 TPU 之父。2016年從谷歌出來单幹，專門做這個 LPU 芯片就是語言處理單元嘛。這玩意兒跟英偉達的 GPU 有什麼区別呢？舉個例子你就懂了。訓練 AI 模型就像教一個人學英語，要背單詞、學語法、刷題這個東西呢是 GPU 幹的活。但是你跟老外聊天的時候，你要實時的翻譯、秒速回答，這就叫推理。GPU 幹推理呢，就像讓一個健身教練你去跑馬拉松，你能跑，但是你肯定不是最優解。GuroQ 的 LPU 呢，你專門為推理優化，推理速度是英偉達 H100 的5倍，功耗呢只有1/3。你想啊，ChatGPT 每天要處理30亿次对話都是推理任務。如果 GuroQ 的芯片能夠省電還快， OpenAI 為什麼還要用英偉達呢？ Meta 為啥還要用呢？微軟為啥還要用呢？黃仁勳怕的就是這個。現在 AI 市場分為2塊，訓練市場英偉達呢能吃90%，根本沒人能跟他打。那推理市场呢？谷歌的 TPU、GuroQ 的 LPU、亞馬遜自研芯片、AMD 都在搶。黄仁勳很清楚訓練市场的天花板很快就到了。GPT-5 訓練完了 ，Claude 4訓練完了 ，Gemini 的2訓練完了。那接下來呢？接下来10年就是推理市场的戰爭，誰控制了推理芯片，誰就控制了 AI 的下半場。所以黃仁勳直接拿了200億美金，把 GuroQ 的創始人、核心团队、专利呢全部买下來。買的不是一家公司，是一張未來10年的船票。英偉達到底有多少錢？多到嚇人。200億聽着多，但是你看英偉達賬上到底有多少錢呢？600億美金的現金。2023年初才100多億，現在翻了4倍。這個錢到底是哪來的？賣 GPU 賺的。2024財年，英偉達淨利潤297億美元。那2025財年淨利潤就衝到了650億美元，那一年翻1倍還多。利潤率是多少呢？55%。什麼意思呢？就賣100塊錢的東西，成本只要45塊，剩下的55塊全是利潤。那蘋果利潤才25%，茅台才50%，英偉達比茅台還暴利呢。而且這還不是終點 ，CFO 說 Blackwell 芯片的利潤率比 Hopper 還高5個百分點，因為 Blackwell 的單價更貴。一片 GPU4萬美金，現在客戶還願意加價20%搶貨。
台積電說封裝產能排到了2026年第3季度了，那全是英偉達的訂單，這就是印鈔機。英偉達的買策略到底在下什麼棋呢？英偉達現在到處撒幣，9月份投資英特爾50億，英特爾要做代工，英偉達提前鎖定了產能。那同時9月份呢，投了 OpenAI， 承諾未来1000億，鎖死了最大的客戶。那11月呢，11月投了 Anthropic 100億，12月買了 Grok 200億，幹掉競爭對手。有人說這是循環融資啊，我投你，你買我的芯片，錢又回到我的口袋。但是這個邏輯啊站不住腳，因為 OpenAI、Anthropic 這些公司啊，就算英偉達不投，他們也得買 GPU。微軟自己掏錢投 OpenAI 130億，谷歌投了 Anthropic 20億，他們都是在買英偉達的 GPU。英偉達投資的目的的真實性啊是鎖死生態。你目前看 OpenAI 現在每年烧50億美金買 GPU， 全是英偉達的。Anthropic 呢每年30到40億預算，90%呢也是都給了英偉達。那我投資你，你用我的芯片，我還能提前知道你要買多少，什麼时候買，供應链管理做到极致。Grok 這筆呢就更狠了，那直接把競爭对手的技術拿過來，裝進自己下一代芯片裡。2026年 Rubin 出来之後，推理性能啊直接吊打现在所有的对手，训練用英偉達，推理也用英偉達，全線壟斷。華爾街為什麼喊到300美金的目標價呢？12月26日 Grok 交易宣布當天呢，2家頂級投行就給出報告。東托菲茨傑拉德目標價300美金，評級強力買入；伯恩斯坦目標價275美金，評級跑贏大盤。為什麼這麼樂觀呢？因為他們算了筆賬，2026年 AI 基建開支呢會爆炸。高盛估算2026年全球 AI 基建投資5000億美元，光是微軟、谷歌、Meta、亞馬遜4家就要燒3000億。那這些錢70%呢都會進英偉達的口袋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沒人能替代呀。AMD 的 MI300 芯片性能只有 H100 的60%，而 AMD 呢沒有 CUDA， 這是英偉達17年積累的軟件生態。全世界400萬 AI 開發者都用 CUDA 寫代碼，你要更換 AMD 芯片，意味着要把所有代碼重新寫一遍，成本上億美金，時間都要1年。谷歌的 TPU 性能呢不錯，但是只能自己用，不賣給外人。那亞馬遜自研的芯片呢還在實驗室，2026年能不能量產都不一定，所以客戶呢只有一个選擇，就是英偉達。財報數據到底有多炸呢？看最新的財報，第3季度收入350.8億美元，同比增長94%。那數據中心收益了308億美元，同比增長112%。你注意看邊際變化，第2季度數據中心收入263億，第3季度呢就漲到了308億。環比增長17%，那這個增長速度還在加快，不是放緩。第4季度指引375億美元，環比再漲22%。CEO 黃仁勳在財報上說了一句話，Blackwell 的芯片完全賣爆了，訂單排到了2026年下半年。那 CFO 說的是，我們現在的瓶頸不是需求，是產能。那台積電的封裝技術產能不夠，英偉達在催台積電擴產，三星、SK 海力士、美光3家的 HBM 內存供應商2026年的產能全部被英偉達包了。那 AMD 想買 HBM4 買不到，谷歌想買呢也得排隊，這就是一個壟斷的力量。那估值為什麼會這麼便宜呢？這才是最詭異的。你可能會說，英偉達市值都4.6萬億美金了，地球第一了，還便宜？是的，真便宜。現在的遠期市盈率25倍，是過去10年裡最便宜的11%分位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過去10年，英偉達有89%的時間估值都比現在高。2021年在牛市頂點，英偉達 PE 能達到70倍，現在的利潤比那時候高10倍，估值反而砍了2/3。伯恩斯坦做了個回測，過去10年英偉達估值跌到這個位置的只有13天，那13天買入的人平均1年後都賺了15%，沒有一次虧過。那為什麼現在這麼便宜呢？因為市場恐慌呀，大家都怕 AI 泡沫，怕中美脫鈎，怕競爭對手追上來，怕資本開枝見頂。但是你看實際數據呢，2024年全球 AI 服務器出貨量增長了40%，英偉達 GPU 佔比從80%漲到了88%，競爭對手呢沒有追上來，反而被甩得更遠。中國市場只佔英偉達15%的收入，北美、歐洲根本就夠吃的了。資本開始見頂，微軟 CEO 說我們寧願超買 GPU 也不願意不夠用，需求沒有見頂，估值見底了。這就是華爾街說的極端估值壓縮，不是公司有問題，是情緒太悲觀了。
2026年的催化劑還有什麼呢？2026年第2季度 Rubin 平台上市，這就是繼 Hopper Blackwell 之後的第3代架構，性能呢還要再翻1倍，功耗呢還要降30%。Rubin 最狠的地方就是把这个谷歌 Q 的低延迟推理技術融進去了，訓練推理一體化，客戶不再用買2套芯片，全都用英偉達就夠了。這等於強制全行業升級硬件，就像蘋果出了 iPhone 16，你的 iPhone 12呢就得換。HBM4 產量呢，2月份三星的 HBM4 內存芯片開始給英偉達供貨。HBM 是 GPU 的血管，帶寬決定了芯片性能的上限。HBM4 比 HBM3 呢快了50%。SK 海力士、三星、美光3家2026年 HBM 產能全部被英偉達包了。AMD 想買都買不到。那2月4號 Meta 財報，2月25號英偉達財報。如果 Meta、微軟這些大客戶財報好，證明 AI 變現沒問題，股價呢還會繼續漲。那他們漲了，英偉達也會跟着漲。如果英偉達自己的財報再超預期，那第1季度指引給到400億以上，那就是雙重利好。摩根士丹利說，2月到4月這個窗口啊，是科技股的黃金做多期。從技術面上來看，看這個日線圖啊，股價在187到189美金這個區間呢反覆測試，這個是關鍵支撐位。用斐波那契回撤看呢，23.6%的回撤位啊，在184，那現在的價格守住了。如果這周能守住188，突破192，下一個阻力位啊就在198、202、215。如果跌破185，可能會回踩175到180。那短期來看呢，這周可能會衝到194到198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年底有個稅損收割效應，美國投資者在12月底會賣掉虧損的股票報稅，那科技股呢都會被拖累。但是1月第1周錢又回來了。歷史數據顯示呢，英偉達1月份平均會漲8%，是全年表現最好的月份之一。但真正的爆發窗口在2月份的財報季。當然也有風險啊，英偉達現在太強了，監管部門啊一直都盯着它，但是短期內動不了，因為 AI 競賽是國家戰略，政府呢需要英偉達。美國限制高端芯片出口中國，英偉達專門做了閹割版 H20， 但是 H20 性能太差了，中國客戶啊不願意買。這塊收入2024年跌了40%，雖然佔比不大，但是增長潛力被砍了。AMD 的 MI300、谷歌的 TPU、亞馬遜呢都在追，雖然短期追不上，但是如果客戶為了去英偉達化故意扶持對手，長期呢還是會有壓力。如果2026年 AI 變現不及預期，微軟、谷歌砍預算，英偉達呢增速會斷崖式下跌。但是目前來看呢，各家都在加碼，還沒有到拐點。那這個股票到底應該怎麼玩呢？如果你是長線投資者，現在這個位置可以分批買入，187到189是支撐位，可以開始建倉。如果回踩175到180，加倉。如果目標價看到250到300啊，時間週期呢6到12個月。如果你玩期權，可以賣 put 收權利金比如賣180美元的 put， 到期2月21號，權利金3到4美金。如果股價不跌破180，你白賺4美金。如果跌破了，你以180接貨，成本也才176。但是你記住啊，千萬不要梭哈，別加槓桿。就算再看好，也不要超過倉位的10%，因為單一的股票呢，風險永遠存在。記住啊，賺錢靠的是概率優勢，不是賭博。那最後呢，英偉達這個票啊，本質上你買的不是一家公司，你買的是 AI 時代的水電煤就像19世紀鐵路時代的鐵軌，20世紀石油時代的煉油廠，所有的人都要用，沒人能夠替代。2026年 AI 還在爆發早期，訓練、推理、終端應用3波浪潮疊加。英偉達站在風口最中心現在的估值給了你一個難得的上車機會，但是要記住，投資永遠有風險，做好你的功課，控制好你的倉位，賺錢的同時我們別忘了保護本金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